这接下来几年时间内很可能会出台对仲介业者相关的法条会去做一些调整。对，为什么？他们软柿子嘛，他们没有什么政治现金，也没有什么势力嘛那你说票也还好啊那票的话还不如那个建商这边一整个上下游营造啊那个建材五金等等的票加起来还要多而且全台仲介人数算得出来，那个真的还好，比那个计程车司机的数量少很多所以 OK。仲介从业人员要小心一点这个乌云会笼罩在这个仲介业上。我的结论是跟着重大建设走，又是那句话，跟着重大建设走，因为重大建设又不会跟炒房挂钩。这个又不是说你一打炒房，重大建设看一看说，那我不盖了，不会嘛？对啊，就不会嘛，就不会发生嘛。然后你看它的这个国发会推出来未来台湾要做的那个重大建设有多少，带进那个工作机会的央行打炒房重拳出击，房价将大幅回落先说结论，房市变冷，这已经是确定的事情。现在央行总裁杨金龙先生都直接出来讲说不会轻轻放下了。我是认为不用担心房市会崩盘因为他有说他有借鉴中国的情况，谨慎处理。所以杨总裁是怕房价突然给他崩下去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婚后买房算夫妻共有财产吗？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今天我想跟你讨论央行打炒房不会轻轻放下。我们来聊一个新闻这是杨总裁赴财政委员会进行业务报告，被国民党立委林德福先生咨询的回复然后有记者整理起来是这样那值得看的原因是这是很难得的正面回答，而且讲得很清楚。我简单讲一下内容，就是我们的央行总裁杨金龙先生出来宣示打房的决心。我摘录一下重点第一，房价为什么打不下来？祭出选择性信用管制的重点是要反转预期心理，民众的预期心理非常强，使得房价上涨速度过快这就 FOMO 嘛第二，政府的配套措施效果就金融稳定的观点来看，它对于房价上扬会有疑虑，所以藉由第7波选择性信用管制、财政部囤房税、内政部平均地权条例，期待会慢慢发酵，让预期心理扭转回来第二，对房市泡沫化的看法他先谈了他对各国经济的看法，什么日本资产泡沫、美国次贷风暴、中国房市惨淡那他说美日的情况是政府没有很谨慎处理民众对于房市的预期心理，而中国是出手太慢，出手又太重，中国的情况值得借鉴，而本次不会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你看讲得很清楚，真的很难得，不是那种那个讲官话这边绕来绕去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现在央行要钝刀子割肉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杨总裁的说法。我未看先猜，他现在应该超不爽的，超级不爽而且应该有被赖总统叫去罚站，不然他不会表态的这么的坚决，你知道官字2个口怎么说都对如果不是被逼急了他一定是就做我的央行总裁打迷糊仗，顺顺利利退休就这样不然这个宣告打房的决心不是第一次第二次信用管制就应该要出来宣告了吗？就应该跑出来，大家听了都怕了，不打到现在的第7波古时候的人不是有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你管知道第7波第7波结果现在就被市场当作笑话来看待。然后如果今天是公司的话，总经理一定定他的嘛，对不对？那个谁来过来，你这个方案给我出7次，怎么还没成效？然后你给我预期还有第8次，那你前7次在做什么就这样，马上会被定爆。所以你看马上就出来解释了，解释说没有下猛药的原因是中国房地产好来，中国房地产我自己在看下猛药之后就变得很惨，那个惨不叫崩跌，那叫爆破吧，我觉得所以央行总裁就是慢慢的试一下这样。中国现在有多惨你看这个新闻就知道这很夸张我念一下红字的部分。中国第2大建商万科推出买1送1优惠，买东莞指定房型就送惠州公寓。我靠，这是啥小？对啊，这你买一间电梯大楼，他送你一间公寓这是房子这么贵的东西用来送的，买1送1，你就知道说这个房市要惨到什么程度才会有这个状况。现在就是看哪个勇者敢
他说做梦梦到那个未来的人回来告诉他，然后他现在去抄底嘛，就这样买一送一那如果租金的生产力还不错的话，那是不是很有机会？这边先不谈。总之你要想我们也可以解读杨金龙杨总裁的这句话，叫中国情况值得借鉴。所以他怎样？他也害怕房价迅速下跌嘛，他也知道说就是让它维持不会动就是要涨得很慢很慢，跟着通膨一起，这样就好了嘛。对，所以这就是大家心里的剧本央行总裁心里的剧本叫做止涨不要让房价继续上涨，然后怎么样？然后最好是缓涨，跟着通膨就好。这边你要拆开来看就是首先预售屋要他们一路在创新高价，你就在皮啊，对不对？就人家已经讲成这样了，然后你们预售要疯狂创高价，再找一堆人走路工来排队，这个不是慢慢作死吗？但是中古屋应该还好，为什么？因为现在前面有那个超高价格的预售在那边顶着，然后预售要降价很难很难，超难。我有一集的八卦有讲过，就是你预售比方说你现在卖2期，好，那你2期降价的价格比1期还低，好，你整栋1期没人要跟你交屋，你是建商会倒的。现在就是说新高在哪里，就大概维持这样，然后更新的预售价格稍微高一点点就好，高一点点不会像以前一样一拉那么开我的判断是这样。那最后你要知道，这2年的房市必定转淡我说的是转淡，我没有说什么崩跌转淡那基本上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猜测了，就是这个央行总裁杨金龙先生都跑出来宣示决心了就是已经说本次不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他连这句话都不应该说，所以你前6次都是嘛，那这么闹那基本上你就不要想最近会松绑，很难啦。不要又出了个什么第8波、第9波信用管制，这个就要偷笑了所以最近这几个月的房市势必会转淡然后这个会淡到什么时候？先淡到明年过完年就都这样每年的那个今年叫做928档期，大风没有吹起来。那接下来你看，现在都我拍片的时间是11月3号，10月3号再来就是12月再就准备过年了所以一切买卖房子的事情都过完年再说就是这样会非常的冷淡。那房地产相关从业人员就是自己要省着点花你不要之前赚太爽接下来几个月的收入可能都会很难看这样那存钱过冬存钱过年那未来你也可以看到一些本来炒太凶的地方，然后价格停在那边甚至有新的案子开出来不同的建商新的案子开了，它价格会稍微降一点不然这个就是不给我们杨总裁面子我未看先猜，有大量工作机会的地方还是难崩，像台积电，因为那个地方它就不是炒出来的它是真的有那个居住的需求但是当然随着市场很火热，它顺便那边小炒一下然后就上去，是这样。要崩就是现在都还没有那些工作机会的地方他们会崩，莫名其妙什么都没有野狗比人多，野草比人高的地方它先涨起来这种地方就会怎样？我也不是说它会跌它会停在那边只涨在那边那这个对我们来说，这个自产流派来说，我认为会是好事会是好事。为什么？我们才有时间存钱买下一些房子涨那么快我都来不及呢。而且其实我是期待转淡的，因为转淡会有非常多的很甜的物件跑出来，而且不会有那么多奇形怪状的那个新人新手就很 FOMO， 一直跟他们加价跟你抢他们加价在抢，好像没有剧本这回事的都不规划的呢，就是要给他抢下来这样那对我们来说很不好啦，很干扰啦转淡的时候好物件会变多那个好是我们自己判断的好，就是我们算一算之后发现哎呦有点厉害呢这个我再仔细看一下然后我们就觉得这是好物件，好我们就可以正常的出价不会有人演戏又要什么了，然后集合带看，然后一梯上去什么有没的，好烦啊。而且房仲会去洗房市转淡的时候，他去洗屋主说现在房市变差，你不敢卖的话之后会少赚很多钱，什么有没的那房仲他洗50个屋主有3个意志比较不坚定，他卖了市场中就好物件跑出来了这对我们这种长期自产流派来说是个好事情没错，所以不用担心房市变淡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聊了央行打炒房不会轻轻放下。那我先跟你分享一个新闻，是杨金龙杨总裁在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上态度十分强硬，
表明了央行打击房地产炒作的决心，并且强调本次行动怎样不会轻轻放下，并且暗示了这个前6次都是轻轻放下。后面这我自己加了好，然后我的看法是，这是一个很难得的表态的行为。那杨总裁也说明了为什么之前都是那慢慢来因为就看到中国房地产根本就是被爆破的情况，所以才不敢下猛药。但我感觉得出来，他现在火气也上来，因为在市场中调侃他的人实在太多。人家堂堂央行总裁，真的是叫堂堂央行总裁那有这个经历的人，台湾真的是一只手数得出来，这个真的是位高权重，结果被大家笑，这不行啊！又一把年纪，等退休了。他等退休的时候是一个清廉的好官，那这个才是为官的追求嘛。就现在被他笑，火气都上来了每次政策出来都被人家呛所以他这次才会讲的那么清楚，叫做不会轻轻放下我们也可以预期未来几个月甚至1-2年之内的房地产市场会迅速转冷。为什么？因为那个大老板生气了，那我还在底下跳，这不是找死吗？所以要给杨总裁面子房地产本来就是跟政策高度相关的人家都讲成这样，还不给他面子到时候就真的给你们戳下去但是这种情况，像我们自产流派，我们就不会担心。为什么？因为我们高度配合政府政策而且房市转冷，会有很多很厉害的物件慢慢释出，这才是我们的大好时机那价格也很合理也没便宜啦，但是就是合理这样，然后不会有一些奇形怪状的人跑出来跟你竞价。我都会先讲不然怕忘记。那个我先跟你分享一个我最近在做的玩具买房阿元高雄地图。这个是我做好玩的啦，你也知道我现在都住高雄嘛，没事我都跑来跑去吃喝这样，索性我就把这些 YouTube 有推荐好吃的跟好玩的都在地图上标一标真的我平常没事我也是看一下人家拍高雄美食在讲哪些店，我就去吃这样然后顺便把我做的重大建设功课我也给它写上去。如果你放假要来高雄玩，或是来高雄看房子都可以来看这张地图，那就可以看一下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或是有哪些重大建设。你如果想要看这张地图的话，你就扫一下这个 QR code， 或是点开资讯栏的连结就会看到了。你也可以在 LINE 传给别人那记得要用浏览器打开不要导引到它的 Google Map 上。Google Map 这个 App 打开后有问题，就用浏览器看就好了那顺便再推荐一下高雄自产的房仲店，我自己是都找高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的房子都是他们帮我处理的超过10年了。除了一般的买跟卖以外还有其他有的没的帮忙整理装潢拉租金或是出租找租客代租代管他们都能帮忙真的我们合作很久了我跟他说好一个行情价基本上都是可以卖到这个行情价格稍微往上一点点，速度蛮快的。没事他也不会一直来就打扰我们这样，我是真的很信任他们我现在的买卖持续都还是跟他们做所以你有房子，高雄房子你要买或者你要卖你要装潢什么的，那你就加台湾房屋美术之星的 LINE说你是阿元的观众那助理他们就会好好的去服务你。我自己也有加他们平常也会 po 房子嘛，我跟你都是看一样的房子真心推荐。现在就加台湾房屋美术之星的 LINE， 小老鼠 go， 小老鼠5个 go，记得说是阿元观众那我也知道台北人虽然很多都跑来高雄买房子，可是台北人其实更钟情于自产台北一堆人问我有没有推荐的台北房仲，这是只能抬出我的前辈了来这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小老鼠买台北。台北市、新北市他们都有服务新北很远远到淡水他们都有服务的，买或卖都 OK。这位前辈也是很厉害只要是台北相关，我有不懂的重大建设或工程进度，我也是都问他。他在地产圈也是很有名主要服务高资产族群。但先说前提你要自产台北市，你实力就要够，这个是全台湾最顶级的巅峰战场自备要大概500以上吧，这就是常态。好啦，台北跟高雄我最推荐的房仲我都跟你讲了那现在就加他们的 LINE平常没事的时候就看一看他们 po 的自产物件。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其实归根究底
我现在讲这个是就跟那个政治有关我没有要扯政治我只是说房地产基本上就是政策的产物房价的高低是政策的那个副作用就对了。那个现在总统的态度我们要看得很明白。我现在讲那个赖清德赖总统刚刚整集都在讲杨金龙杨总裁现在讲他的老板那个赖总统。其实总统是管不到央行的，但是总统管那个行政院院长，因为是他的人马嘛那变成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卓先生要听赖总统的，然后那个中央银行是挂在行政院底下的就变成说间接是个大老板这样。讲八卦归根究底，赖清德赖总统拥有绝对的权力与实力基本上他想要房子涨就涨，想要房子跌就跌，要腰斩都做得到，很精准的都做得到。而且赖总统的作风非常硬派，你不觉得吗？跟他那个温文儒雅的形象差别很巨大。你看柯文哲，奇怪，怎么到现在还在里面那赖总统在国庆演说的时候，有关房地产的地方，我来念给你听。这个很重要的事情这是宣誓的场合我念给你听。国庆才刚过不久而已你要仔细听因为这就是定掉了所有房地产政策所有部会他们要做的前提就是这个，这就是老板的规矩。我开始我也深深知道大家最在乎的是高房价的生活压力，最深恶痛绝的是诈骗横行。我要向国人承诺，执政团队不会回避这些问题，即使得罪特定团体也在所不惜。我们会加强打诈的力道，加快打炒房的效率。我们会扩大租屋族的照顾，平衡换屋族的需求，实现居住正义。这条路我们会一起走，继续走。OK， 好，我刚刚这样一路念下来跟这个房地产有相关，大概就是我提到的这一段国庆演说。这边有非常多的关键字是值得被讨论的那打诈这个不在我们频道的主题，我们先不讲我们先来讨论什么叫做得罪特定团体。你打炒房会得罪特定团体，奇怪对不对？他讲的特定团体是谁？那我们就先来看说房价高涨渔翁得利的族群有哪些。来，针对新成屋的建商，针对中古屋的仲介工会仲介大概特定团体讲的就是这些人，对不对？投资客早都 GG 了，投资客还会被抓去关的嘞那三黄一流时代所以投资客目前在市场中不 OK 奇怪，为什么投资客会让总统的身份说我不怕得罪你？投资客什么咖这个小蚂蚁在一年就死了。所以投资客不是重点应该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建商还有仲介工会。因为一个是针对新成屋盖新房子嘛，然后一个是中古屋。全部的分析我等一下再提我们先讨论一下这里面潜藏着的情报。好，来，第二个他讲的是打炒房，对不对？打炒房他没说要打房打炒房炒这个字，炒这个动词。那炒房这件事情具体是怎么样炒房的牌可以打的牌就是几个。来，第一个宽限期，第二个贷款年限，第三个贷款成数，第四个贷款资格所以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是不是都要限缩这些牌？对啊，是啊所以打炒房这件事情已经落实了。选择性信用管制第7波是9月19号国庆日的那个演说在他之后所以这边就是基本上是对答案OK， 打炒房这件事情已经在做了打炒这个动词。好，可是里头我刚刚念到了宽限期、贷款年限、贷款成数、贷款资格里头，我个人认为现在还不算大刀砍下去的，只剩宽限期了宽限期这个东西，这也是市场中很多人在预测接下来不管第8、第9、第10波可能会针对宽限期开刀然后再来是租屋族需求、换屋族需求租屋族要租金补贴那换屋族要好贷款这个很好理解。居住正义居住正义大家一直讲，对不对？居住正义上街游行也在喊，可它定义是什么它定义我告诉你，居住正义到现在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真的没有。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版本的居住正义。台大有台大那个什么
一个研究所他在写的论文，居住正义有居住正义的说法，然后街上游行的人有他自己口中的居住正义，然后啊，我们到底要听谁的居住正义？我跟你讲，行政院的为什么？因为行政院管内政部然后间接领导央行银行局什么都挂在行政院这里，所以我们要看行政院版本他说的居住正义，这个才算。好，行政院的居住正义的这个页面就讲2件事情而已，真的居住正义我还以为很厉害呢，我讲说什么人民什么什么家园没有，讲得很干脆很利落很直接，就2件事情，第一个社会住宅，第二个都市更新，没了就这2件事情。所以行政院版本的居住正义就是社宅跟都更，一切会干扰到社宅跟都更的障碍都会被扫清。关键字我带你浏览过了接下来我来说明一下我自己的判断首先我比较意外的是这一次没有讲到首购族首购，你看刚刚讲的是换屋族、租屋族，对不对？他没有讲到首购族。首购族是我都预设会被提出来讲的为什么？因为我想说总统身为总统，他当然要照顾年轻人的首购的嘛，对不对？至少他可以把新青安已经协助大概9万人啦办新青安9万人成家，可以拿出来讲一讲。没讲他焦点如果是人的话他焦点是放在租屋族、换屋族还有特定团体所以我认为来第一，接下来会被持续加强福利的部分就是租屋族这也是我一直呼吁你就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你做个好房东算了，你不要那么跟主流政策硬干，这爽在哪里这个总统都这样跟你讲了，做派这么硬的总统他都讲了就是要照顾这些租屋族，然后你还去对付他们，这个不 OK 了。第二个社会住宅的新建会加速，数量会增加，而且速度会加快。社宅的新建。第三是都更都更会加速都更一族听了狂喜，对不对？其实台北市的都更我个人已经觉得百花齐放了都更这些事情会加速。那接下来就是看说，那个除了台北、新北以外，其他的都市、重要都市，它的那个都更案推行的怎么样？像我们高雄根本没有建商要做都更。真的没有建商要做都更，高雄整个过去10几年，能拿出来讲的是都更就是民间自己办的都更，好像才2个案而已，而且铁板一堆，所以没有人要做都更。这件事情未来可能会加速，因为高雄正市区正蛋黄屋龄40几年，快50年透天都一堆了，屋龄40几年电梯大楼也陆续出现了这件事情必须要被提上台面讲都更会加速。第四，特定团体这个就要稍微说明一下，他特定团体没有讲是谁。那我也跟你分析啦，投资客应该不会被他列为特定团体，因为在赖总统的眼里，投资客不是个咖沙巴而已那这个特定团没讲是谁，但我直接讲结论，我认为仲介要被开刀了。仲介为什么为什么不是建商？因为建商有庞大的政治现金对不对？没有在关心政治的，你也知道说这个跟建商关系非常的好嘛，对吧？那处理新房子的是建商，处理中古屋的就是仲介。好，那仲介工会跟建商工会的实力，这个怎么比？仲介工会根本比不上对不对？而且仲介怎么样？我们大家一提到做房屋仲介，是不是印象都不好？造成了非常多的社会纠纷这个房仲里当然有好人但是怎么讲，就是一堆老鼠屎就会变成这样，所以它又造成了很多社会纠纷买卖房地产的事情，中古屋很常上新闻，这听起来就是很负面的。所以我认为这边就是特定团体讲的就是仲介业者这边仲介从业人员要小心一点。仲介工会还有发表声明来指导说第7波限购管制要怎么调整怎么开，我就觉得你做这件事情很奇怪，你要认清你自己的地位，比政治现金完全比不过，然后你一个仲介工会拿出来讲，然后还要把自己讲得很重要，然后要求那个中央银行要求政府要参考你的做法，这有点夸张了但你不做不行，因为你不做，底下的工会成员又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仲介工会看起来很软它很容易就被开刀。那开刀的具体方式是可能会修仲介相关的法仲介相关的法，比方说
一直以来大家都在讲的那个买卖服务费总共6%这件事情，那个我之前拍影片讲过，服务费收6%啊，这是20年前的法20年前的房价跟现在的房价，20年前收6%，那个6%很合理，20年后收6%不合理。好，一定有人就要说，高总价都收不到啊，这条有跟没有一样或什么，但法律就是这样，它就是定了，收不到是一回事但我未看先猜。这可能不会很快这接下来几年时间内很可能会出台对仲介业者相关的法条会去做一些调整。对，为什么？他们软柿子嘛，他们没有什么政治现金，也没有什么势力嘛那你说票也还好啊那票的话还不如那个建商这边一整个上下游营造啊那个建材五金等等的票加起来还要多而且全台仲介人数算得出来，那个真的还好，比那个计程车司机的数量少很多所以 OK。仲介从业人员要小心一点这个乌云会笼罩在这个仲介业上。我的结论是跟着重大建设走，又是那句话，跟着重大建设走，因为重大建设又不会跟炒房挂钩，这个又不是说你一打炒房，重大建设看一看之后，那我不盖了，不会嘛？对啊就不会嘛，就不会发生嘛。然后你看他的这个国发会推出来未来台湾要做的那个重大建设有多少，带进那个工作机会的那个我以后再整理给会员看。那个造桥铺路治水那个就还好，那不会有什么大量的工作机会新的科学园区啊等等的这些国发会我们听起来好像一个来乱的团体，常常都是负面新闻。那个国发会国家发展委员会很厉害呢，他手上捏着的都是千亿等级的这个重大建设呢。好，所以我会说还是跟着重大建设走。重大建设不是跟炒房一伙的就炒房要被修理了，可是重大建设会继续盖下去，因为这是国家发展然后记得要就遵守这个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我前面有说嘛，你会阻碍到政府社宅政策的都会被扫清这些障碍都会被扫清。帮你整理一下，走重大建设，配合政府社会住宅政策，这个才是目前赖总统时代的版本答案对，就这样。可以想见以前可以用很多那种乱七八糟的各种贷款技法去买很多间房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接下来的自产你还要买很多间房子的人，真的就是要拼怎样？拼谁首购人头多？不是是拼本业的实力这是好事情把专家有能力的创业者就慢慢的引导出房地产市场，让他们去真实的生意的竞技场里面去做这是好事大家专注本业，这对国家发展才会有很明确的帮助。所以要会看就是总统都讲了打炒房，所以现在就不要再去做那些跳的事情房市会变淡没有关系你继续存钱，那你能上车你就上车，挑你自己想要住的房子。如果你是要自产的话很好这个冷风吹下来那些屋主都会松动。第一，开价不会像2024年9月10月这么高那第二，不会有那么多奇怪的人突然冒出来跟你抢这就是我的判断我自己也很期待央行接下来还要出什么招因为目前我们在市场中看起来第7波信用管制情况已经被控制住了，至少他一直讲的那个预期心理民众的预期心理确实有被控制住很多不然房地产现在吹冷风吹假的所以要不要再有第8波要不要再第9波这个都不知道，那就看政府未来怎么出招。然后总统的态度也很清楚，他根本也没有什么在管炒房的，他就是要社会住宅跟那个都更这两个东西赶快起来那炒房你们挑被打活该那就都更议题尤其是台北市的观众可以留意一下，都更又要再加速了都更议题跟社会住宅的兴建那大概就是这样。其实也看不出什么东西就是看说现在这个长官都讲话了确实都要来硬的，所以我们大家皮绷紧一点。可以分享。